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风吹半夏赵丽颖结局前瞻，2件事让半夏不再退缩，勇于面对牢狱之灾。是什么让半夏不再退缩，即使面对牢狱之灾也能勇于面对了？就在公司准备进行上市的时候，2个问题找上了半夏。这第一个就是税务问题，求必正在这一有问题；再一个就是公司的进货渠道上有违规的方面。对于第一个问题，因为是求必正身上出现的，所以半夏坚定的让他自己去投案自首了。但是在第二个问题上却没有那么好处理了，在原材料的进货途径上，公司的5个股东意见不一，无法形成统一的意见。郭启东坚定认为进货渠道有问题，只要他的态度一直不改变，那这个罪名就落实了。而一旦进货渠道被认定是走私，那这几人就要面临一官司，这样公司只能面临倒闭。对于这个问题，赵雷给他们的建议就是舍足保帅，让主要负责这块的武建设承认去顶这个雷下来，只有这个雷顶下来，公司才能转危为安。但是吴总不像当这个冤大头，否决了他们的建议。说了上面这2个问题，我们再回看半夏这一路的历程，不难发现发生的事情最后受益最大的都是半夏。前面的租场地事情，到北边进废钢材的事情，得到2钢厂，包括上面讲到的公司上市前夕遇见的事情，这些年来一旦关键时候危机来临，都是有人出来，而不是他许半夏。但是关键的是，这些都不是出来说的主意，与他半夏无关，而这就耐人寻味了吧。先说去北边进废钢材，赵磊应该是损失最大的一个，而受益的确实武建设、裘必正和半夏这3人。在这是哪个中半夏是收益最大？接下来就是争夺省2钢这事情上，出谋划策的都是赵磊，最后得益的是半夏。吴总算不是得益，也没损失什么。还有就是最早的处理滩头污染隐患，半夏是受益者，同销其次之。武建设等人闷声发大财，捡了个便宜。在职场上有这样一句话，上头定了目标，只等要结果，不看过程。至于下面人怎么做，他们就不管了，过程只能由下属看着办，能完成最好，不能完成的想法也要完成。说到这里，大家想到在前面找场地的事情了吧？当时许半夏说了要第2天看到成功的租下滩头，一点余地都没给陈宇宙和同销其留，所以这2人能怎么办？只能铤而走险，出了歪主意，这才成功拿下那块场地。但是结果呢？童小琪反挨半夏一巴掌。若不是他那坚决的下命令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出了事和他没关系了，受益的却是他。剩下的几件处理的手段，半夏也多数如此吧。但好整在预告中，半夏没让武建设去当这个冤大头了，而是自己来承担这次的这个责任。同时也知道公司快倒闭了，他把所有的资金都发给了员工，没给自己留。这或许是半夏终于意识到了过去的不磊落，与过去的自己决裂吧。但是大家觉得最终的结局会是半夏会落得如此下次场吗？2. 风吹半夏大结局，半夏以退为进，改变3人结局。电视剧《风吹半夏》是由赵丽颖、欧豪、李光洁领衔主演的电视剧，讲述许半夏从小人物一步步成长为女企业家的故事。电视剧接近结局，想想半夏的经历，真的如小说一般，想都不敢想。或许正如许父起名半夏一般，知道半夏一生坎坷，过着别人永远无法体验的生活，能有今天的成就实属不易。半夏作为一个女人，打破别人心中的观念，成为了一个女精英、女商业天才。本来想着宇宙钢铁能够上市，真正做成大企业，成为钢铁集团的领航，没想到却遇到了生死攸关的关头。
为了能让公司尽快渡过难关，半夏想着不能认罪，因为在半夏心中，当时的他们根本没想到这么多，更不会涉及侵吞国家财产。事实就是半夏要是没有把省二钢和自己的宇宙钢铁合并，那么就会有大量的工人失业，五建设也会进监狱，村民的权益受到伤害。当时的半夏接受了这个烂摊子，为自己的今天埋下伏笔。最终半夏感悟，以前我一直认为有些事情随着时间都会过去的，但其实是过不去的。我还是要面对曾经犯下的错误，就当给自己一个交代吧。本来在半夏的面前只有2条路，一个是认罪，公司破产；一个是让五建设认罪，这样能保全公司。结果可想而知，半夏选择了以公司破产来结束这一切。要是以前的半夏，肯定不会选择结束这一切，辛辛苦苦奋斗的这一切。同样是公司遇到难关，曾经的裘总让郭启东去顶罪，让郭启东怨气满满，直接在出来的时候报复裘总。裘总也总觉得内心亏欠郭启东，而半夏没有选择第2条路。这么长时间过去了，半夏也累了，他不愿像裘总一样选择牺牲他人，成全自己的做法。况且他也干不出这种事情，他总觉得自己也要面对过去，面对小陈，面对自己曾经的错误。于是半夏放弃挣扎，决定清算公司财产，把公司账上的钱分给员工和工人。半夏以退为进，改变3人结局。其一就是郭启东。郭启东本来想着报复裘总，可是他没想到最后他还是输给了半夏。虽说他看不起女人，但是半夏值得大家敬佩，因为最终半夏从来没想过让别人顶罪，重情重义，他输得心服口服。其二是五建设的结局。虽说半夏从来没想过让五建设顶罪，2人自从省二钢的事情就和解了。有人曾去劝过五建设，让吴总主动认罪，但是五建设怒了。他生气是因为他觉得半夏只是想让他顶罪，而他早就把半夏当朋友看了。其实半夏根本没想过让他顶罪，但是五建设愧疚，要是半夏当初不救他，那么他早就进去了。其三是高跃进。高跃进一直都在勤勤恳恳，做着自己的分内之事，没想到如今被牵扯其中，半夏自然是非常难受的。他不愿看到高跃进因为自己被质疑。半夏以退为进，还了高跃进清白，